你是哪儿毕业的呀？清华。那你如何看待现在985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这件事呢？首先我先说，别说985了，我身边好多清华毕业的都说找不到工作，因为总有人说就是清北的人啊，手也找不到，是找不到一些高薪资的工作哈。那你们对于清华的人毕业应该找到怎么样价格的工作有什么猜测吗？我觉得至少也得2万以上吧，像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那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说，我身边认识的清华本科加上硕士读了6、7年毕业的同学，毕业出来拿的就是1万出头。首先是这肯定是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的。咱们通常知道的就高材生要去的地方，像什么大厂呀那样的，他们不再招人了。其实这个事儿你想想也很合理，就是当他业务也没有在拓展，然后他之前的员工又干得很好，他就不会有新的空位出来。确实需求是少了，然后人又真的多了。就过去几年大家总在想着我要读研，我要读博，我光读个本科学历怎么够，然后就拖着大家其实都压到了现在，就劳动力会很多。但是我都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因为我们这辈子的工作的发展并不是刚毕业之后找到的这个公司，对吧？不是刚毕业的这个职位会决定你的一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来到一个公司，老板觉得我招你过来，你能干好你的工作，你在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你会慢慢的往上走的。你这社会水涨船高的，你也一定会有机会。我其实特别反对所谓的盲目的读书，就好像说读书了才是这个孩子价值的体验，不是的。想想他到底想做什么，不只说读硕士了哈，你连读本科都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读的，因为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才结构就是那样的结构。他需要读书的人搞学术的，最后在尖端的人就是那么个结构。接下来还有很多人需要去做一些保证这个社会运行起来的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的，但是也需要这个人勤奋能干靠谱，有一些从小到大都培养出来的优良品质的工作。你说那是靠读个硕士学到的吗？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视频呢，选择了2位女生，一位是清华的毕业生，是中国最知名的大学；另外一位呢是双非本科。双非本科的意思就是指非985、非211的一些普通的大学。选择他们俩呢，是因为比较有代表性嘛，既是最知名的大学，又有普通的大学，而且2位姑娘呢，从她们的沟通能力、亲和力来说都不错，而且形象呢也都非常的好。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之前有朋友在留言区问我们说，这些小视频是不是摆拍呀？其实网络上呢，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摆拍，有的是卖人设呀、博流量。但是我们选择的视频呢，都是经过筛选过的。比方说今天的2位姑娘，她们就是普通的素人账号，只是记录自己日常的小生活，粉丝量呢只有几百个。看她们可能记录下偶尔日常的点滴啊，找工作的困境啊，还有生活方面的事情。既不卖人设，也不直播带货，都是非常真实的账号。好，首先我想说这第一点就是这清北毕业跟别的毕业生肯定不一样。大家可能感觉这个清北、浙大、南京大学这些差距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个学生的生源的素质肯定就是不一样的，跟其他的985是有非常明显的差距的。现在大学生很多是因为扩招了，或者还有新建了一些大学，但不管你再怎么扩招，每年清华和北大各自本科生的招生人数大概是3000人左右，这些人不乏有通过走后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特招的方式进去的，分儿也不高，塞进去的没那么优秀，但大部分人绝对是全国同一届学生里面智商最高的一批人。那清北优势有2点，第一就大部分绝对是通过挑选出来的同一届里面智商最高的一批学生。对，这个得承认，就像一般的普通的985、211，比方说哪怕像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很多人还是觉得通过刷题呀、鸡娃是可以考到的。但是清华、北大呢，在大部分中国学子的心目中，还是确实是这么多年一直有光环滤镜的。需要天赋，因为确实需要天赋，就是光靠鸡娃也是很难鸡到的。当然了，我这说的是本科就在清华北大的，和读研读博进清华北大的是不一样的哈，这完全是2批人。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有一个，就一开始他是专科生，后来就升本，然后考研，然后最后在清华读博。但客观说，这还是能看得出来，这个智商和能力方面还是差不少的。那清华本科的这些人，一个是他们本身智商就高，对吧？那光靠努力上清华，刚才你也讲了是很困难的那基本是不太可能的。那第二呢，清北的这个光环和招牌又给他们赋能了，按道理找工作应该容易得多。
我说的这是在同样没有其他父辈资源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比同龄人要容易得多，找到更好的薪资、更高的职位。而且更多的科技企业去招清北，他们其实根本就不看重他们的专业。专业对口更好，即使专业不对口，那清北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哈，潜力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这4年的本科学习不能够就划定他们人生的方向。所以按道理来讲，这些大厂其实他们每年他们反正也不差钱，真应该去清北招一批人作为储备人才。而且这些储备人才将来绝对非常好用，现在去招又非常省钱。你看现在刚才那个女孩子说，他们现在清北毕业的研究生也就可能1万多块钱哈。所以最近几年的一个模式啊，就是以前觉得人才流失会比较严重，经常就容易感觉企业他培养了一个人之后比较优秀，就经常容易被挖走。现在这个现象反过来了，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找到比较好的人才。现在这个企业只要有现金储备足够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可以说这是在现在的一个困境中让大家能看到一丝光亮的地方。我现在又想起我有一个朋友哈，就是他现在还在国内创业。我有一个朋友系列就真是有这么一朋友。然后5年前嘛，他还在抱怨说培养好的人啊，就没过几年，就人才经常被这些大厂呢给挖走，他就不得不提高薪酬待遇或者给发点股票。那即便这样呢，也不太好留人。现在好了啊，不仅没什么人挖，还可以挑那些有潜力的名校的人来培养，而且这个起始的薪酬还非常便宜，就人又特别好用。当然了，他也要付出时代的代价，那就是业务明显萎缩，营收下降。总之啊，就好像就没有那么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就各方面都100%让你特别舒服。早期创业往往就缺钱，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国外有创投机构，国内没啥创投机构，只能是国外的钱拿进来带回国创业。这就是张朝阳和李彦宏那一代最初的一代。后来创投机构就火起来了之后，各条赛道呢又都特别卷，就是刺刀见红的去拼。这个时候抢人抢的也特别凶，薪酬又高，股票又狂发，就有比较大的泡沫。再往后就是不景气了，然后创投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对，你刚才讲创业嘛，就是2017年那会儿，我记得市场真的是如火如荼，就北京啊，大街小巷，尤其是高校旁边五道口那边的咖啡馆，坐的人群乌泱泱的，进来都是打电话会议的，然后都是什么一会儿融资啦、上市啦、聊 VC 呀，然后像什么徐小平啊这些人的名字我们都经常听见。就现在真的是那个时候的景象不复存在了。说到他读研、读硕、读博呀这一块，真的我也觉得是被认知给害惨了。可以这么讲啊，就现在中国高校这个读硕基本上没有什么科研能力的加持，大部分老师水平也都很一般，水平高的老师也没有时间去悉心指导学生，也只有说在博士阶段，你在某一个特定领域使劲的去努力啊，你确实有可能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但是呢，这个国内外研究生其实都一样，都是水硕，就硕士啊。其实如果你要想进入这个企业，本科足够了。就算是有一些博士进入到企业里面，除非这个企业就是要用你读博的那一块的那个专业领域的那个知识。其实不少博士毕业到了大厂，业务技能也都是从头学起，咱不能说是从零开始，但可能是100分的20%、30%开始。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最有价值的就是在同类的企业中工作之后的那个工作经验，这个工作经验才真正有用，可以直接拿来用。因为这个工作经验呢，又跟高校里面那个科研那完全就是两码事儿。我就以这个通信产品为例，其实很多高校它研究通信产品的这个高校，它也能做出来什么路由器啊，各种通信设备，但是完全没法用，完全没法商业化。为什么呢？就无论是成本还是可靠性、软硬件的效率，就差了好多个等级，根本没有办法在市场中生存。所以你看，这高校的校办企业能做出来，除了网选的这个汉字激光招牌系统之外，我几乎就没有听过其他高校出来的非常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市场化真正应用到市场，必须要经过企业那种就是从一开始就要抱着商品化，要综合考虑成本啊、质量和竞争对手的差异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去开发产品，才有可能做出市场化的产品，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在学校里训练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没啥用。所以这个女孩子就提到了，很多人觉得本科不够用啊，所以要读个硕、读个博，这完全是被误导了。你除非要么搞科研，要么进体制内去搞公务员，这个博士学位是有用的，否则的话基本真是没啥用。一定要早早放弃读研读硕的这个计划，早早进入职场，积累工作经验，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也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说考公务员，它可能有些岗位它是要求研究生的，所以对，那只是一个要求而已。其实你说它是本科还是博士，其实本质上也没有区别，只不过是体制内
就强调这个学历这作为一个门槛线。我自己也确实感觉到很多岗位它其实本科生是完全足够了。就是我自己几年前毕业的时候吧，我当时也在犹豫是直接去工作呢，还是说先去读一个研。现在回头再看啊，好在当时是直接去工作了，没有读研，因为读研几年出来的话，大环境就更难了，可能找的工作还不如本科就业的时候更容易。而且我回想自己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和这个清华的姑娘非常的类似哈，但是说这个沟通能力、还有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能力啊，应该是相对于我大学毕业的这个年龄是全部在线的。所以我当时去找的那些工作呢，基本上就是说像互联网大厂也好，或者比较大型的企业。我去找的那几家是全部给了我 offer 的，他们的招聘流程是比较正规的嘛，有1面、2面、3面。但是在等待这些互联网大厂还有央企给我发最终结果的间隙呢，我也自己搜了几家小的私企去投试一下。然后真的如你所说哈，就是这几家小私企都没有给我 offer，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觉得说，哎，这个姑娘感觉素质还不错，可能不会在我这个企业长待几年就作为跳板就走了，还是怎么样？反正最终结果就是这几家小私企都没有给我 offer， 然后我投的那些互联网大厂还有大型的央企，最终都给我 offer 了。当然，这是我早几年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感觉整体市场环境还都是蛮好的，而且我周围的同学呢，就据我所知哈，就基本上大家都找到工作了。当然这个工作有好有坏之分，但没有听说谁找了大半年没有找到，或者说就毕业就在家里蹲，都没有。而且基本上就是大4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把工作定下来了，都不会真的拖到毕业后。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清华的同学呢，我觉得挺具有代表性的是，他是讲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嘛。你像我们早几年的时候，就是一般的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可能找的工作都有这个月薪7、8千，如果学 IT 行业的都能够上万，甚至月薪2万。要清北的话，就工资就更高了。那你想，现在这姑娘她说，清北的毕业生月薪也就是1万，甚至也有很多几千呢。就从这个，她已经是全中国最好、最知名的大学，这个收入基本上，你想，如果月薪几千和之前清北毕业生月薪2、3万比，相当于就是一个腰斩的水平嘛，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整体大环境的下滑。你刚才提到这个小的私企没给你发 offer，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其实一个，这个小的私企它一般倾向于使用那种直接有工作经验的。这样对小企业来说，从成本上来讲是最划算的，因为既不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培养人的过程，也不用担心这个人培养了之后刚开始能够上手工作，然后这个人就跳槽走了，那之前的投入呢可能就打了水漂。所以小型私企做这样选择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还真是，确实我觉得应该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我后来选择的那家大厂呢，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整个培训的流程非常的正规啊。然后我们那一届校招的应届毕业生全部一起，不仅有就是个人的培训，然后还有拓展训练，把我们拉出去玩。对，你可能前半年基本上就没什么产出的。说到这个清华女孩，她还说啊，不是说刚毕业的那份工作能决定她的一生，这话你从绝对值上来讲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觉得她还真是因为没有工作过，她没有意识到这个第一份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工作10年之后，她就绝对会体会到第一份工作是多么的重要。第一份工作代表了她工作的基础和工作经验的基础，你后面的每一份工作几乎都会参考你第一份工作的经验，尤其是你第2份工作，那就完全参考你前面那份工作经验嘛。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不是应届生了，他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那一个单位或者企业在考虑是否录取你的时候，甚至第一重要的都已经不是你的专业了，会拿你的工作经验来套用到他要招聘你的这个职位。再有啊，就是你的这个第一份工作的这个平台是怎么样的？如果你这个平台很大，又带点光环的话，那再加上你毕业名校的光环、大厂的光环，是吧？那未来你再跳槽也好，就相对容易得多。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啊去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企业，那第一份工作会带给你其实挺多的负面影响。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哈，如果条件允许，你要选择光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专业性又比较强、技能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职位。比如说你原来如果是学计算机的，但如果第一份工作你不得已去做了销售，那你过几年之后再想做回软件这个技术行业，几乎就没有可能了。但我听你说大厂里的互联网销售岗位应该也赚的挺多的呀。对，但是你要想再转回技术岗，几乎就很难了。那后面的企业如果在招聘你的时候，就会参考你的销售经验，而不是考虑你的计算机的专业毕业生的这个经验。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慎重第一份工作。如果你想走技术路线，你第一份工作一定要走技术路线的，这个是回不了头的。几乎像市场和营销，其实这个岗位也不错。
如果你从事过技术，那么你可以从技术转市场或者销售，这个往往呢市场和销售还是很欢迎的，因为你是一个懂技术的人，去做销售会有一个不同的优势。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去做了一个客户经理，我当年在国内那可真是见过一些大厂的客户经理，主要就是为了跟客户搞关系，一身的匪气江湖气，说起来那真跟地痞流氓的挺像的哈。技术方面几乎啥也不懂，而且他们也只能从嘴里蹦出几个有限的这个专业名词，随身都要携带一个技术经理哈，随时帮助解答这个客户提出的问题。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跟客户搞关系。做客户经理几年之后，如果再想去做技术经理就非常困难了。一方面是别人对你的定位，另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惯性。当然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不一定适合于所有人，但大部分人你就不要去付出这个代价和成本了。第一份工作特别重要，要尽量选择那个带有光环的平台比较好的这份工作。当然了，我理解现在这个就业本身就已经很难了，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经很难了。这么说话好像有点站着不腰疼，我只是想表达这个第一份工作的重要性。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好像第一份工作不能决定你的人生和未来走向，但我真觉得不是这样的。我刚才还想说，你说的话让我想到，我考不上清华是因为我不想去吗？经典的网络调侃。另外，我觉得这个女孩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就是不能盲目的读书，无论是学校还是工作岗位，其实都没有教你这个社会的规则和这个社会怎么去挣钱。很多人都是在盲目的随着大流往前走。如果呢你比较幸运，比如你去了比较好的平台，像大厂这样的平台，读了比较好的名校，那你随大流是没有问题的，下限会比较高。但是如果随着年龄增长，你还是没有去深刻的去思考这个社会的规则和底层运行的规律，不去大幅度提升认知的话，那么很明显，你未来你自己的上限会比较有限的。第二点就是你的下一代可能在没有家庭的这种言传身教的话，那他在成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会跟你一样，当初比较盲目。这就是前段时间里我们不讲那个蒋雨蓉的节目里面就提到，这个家庭的认知的托举其实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不亚于经济方面的托举。我也想从我自己当年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呢，分享几点小经验给现在找工作的朋友们吧。我觉得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点小的参考价值，就是不能光待在学校里等待学校安排的这些校园招聘，因为这样的话，首先他来的企业是有限的。不过现在的大学生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只在学校参加学校招聘会了，都应该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去应聘。然后的话呢，就自己还要多搜索这些网页。其实我当时就是大4的时候嘛，我就把我心仪的那些几家的互联网公司啊，还有包括央企啊，全部都添加到我的收藏夹里了，然后就每天定点的刷嘛。我添加到收藏夹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开始发布这个校园招聘呢，所以等他们发布的时候，相当于我是第一时间就知道的，而且早早就把简历准备好。然后其实你针对每个企业去投的时候，你的简历只要微小的改动一下就可以了。还有重要就是多试，就是多投多试，这个还确实是挺有用的。另外就是说呢，要把握好应届毕业生的这次机会，因为应届毕业生确实是挺重要的。第一次有很多的这种像事业单位啊或者央企啊，它是给你解决北京户口的啊，然后社会招聘的话就比较难了，就不解决户口了。然后社会招聘呢，其实也是这样的，除了你在生活中可能会已经拥有的一些人脉资源、一些内部推荐啊或者朋友推荐啊之外呢，就是也是自己多关注吧。我就想说，我当时就是第一次跳槽的时候，就是社会招聘也是我自己找的，而且特别搞笑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北京上下路程非常的堵嘛，路上非常的堵车，然后我当时单程要花1个小时，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就确实真的觉得挺累的，每天往返2个多小时在路上，关键是生命的浪费啊。我就特别想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然后我当时怎么着呢？我就在我们家附近去撒摸哪些比较好的那个办公楼，看着特别豪华的、特别fancy，感觉是大的这种知名的企业也好，不管是互联网的还是央企，然后我就精心选了大概3、4家，这3、4家都基本上我走路就能到的，然后我就分别想去看他们有没有社会招聘，因为我已经不是应届生了嘛，不能走校园招聘的路子，然后就去看社会招聘，他还真有几家真有，然后我就投了，然后其中有一家是我直接走到他们办公楼里去了。
然后贼搞笑，然后就找到他们人力资源部门，然后我还直接进去敲门，随便找了一个人问我说你们招聘吗？现在当时他都脸，我都感觉他的表情特别惊讶，就想说怎么还有人这样走进门来问我们招聘吗？而且他也不是主管嘛，他只是人力资源部门可能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然后那个小伙子，但是人挺好，就跟我说啊，我们不招聘，今年但是我们会有社会招聘，还没开始呢。他说你可以去留意我们的官网，然后我就记住这个信息了，回去不时的刷嘛。刷完之后，然后过了几个月，他们那年还真就发布了社会招聘，我就赶紧看有没有自己特别适合的那个匹配的岗位，然后筛选出来有一个就是还比较相关沾边的，就赶紧去投简历。然后这个就相当于是我自己的一个主动出击的换工作吧。然后最后真的是笔试还有2轮面试都过了，然后我也非常幸运，就找了一份在北京走路就上班的工作，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对，你这段经历其实也是人生中一段比较有趣的经历了哈。虽然呢可能不太适合于现在的这个就业环境，因为现在就业环境确实要恶劣得多。那各个单位企业呢，它不仅仅是没有应届生招聘了，现在社会招聘几乎也都停了。那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那虽然你现在这个经验未必现在100%的管用，但是大家呢按照这个思路呢多去尝试一下，总比不试要好。这姑娘的最后一段我觉得说对了一半，就是这个社会它就是一个分层的社会，不只是中国，包括欧美也是一样。很多人呢就是读了一个类似于大专的这样的一个或者中专的一个学历，他根本就不需要去读本科，然后就可以参加工作了。他这点说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又像他说的，一个人真的是又勤奋又自律又靠谱，那你说他干嘛不去争夺那个金字塔尖的那些工作呢？搁谁他都不甘心自己就去读一个专科，然后就直接去干一份体力活也好，或者是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千年不变的这样一个理念加持之下的这个社会啊，没有一个勤奋又靠谱又自律的人愿意去心甘情愿的去做那些所谓的底层的工作。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幅度提高人工的费用，就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哈，比如做电工的、盖房子的，这些人的收入其实都非常高，甚至会超过一些公务员的收入。那同样呢，还有全民的医保。那这样的话，人们就会心甘情愿的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做简单的工作、体力性的工作，而不会有那么多的收入、社会地位和五险一金、医疗保险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就不会都拼命都挤破脑袋要去考公务员了。在很多国家，那考公务员的意愿的比例其实都不到5%。所以方法不是没有，但是显然中国距离这个根本的解决办法还需要比较长的距离。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位女生的视频，她是2024届的应届毕业生。从她的视频中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含义啊，就是去年的应届毕业生还没找到工作呢，眼瞅着2025届马上又毕业了嘛，你看现在已经6月份了，大4就已经毕业了，又要一大波毕业生进入市场了。而且这个女孩呢，她不仅说了自己，而且还总结了她们宿舍6个女生的找工作的情况。分享一下我身边朋友的一个就业情况。我们是24届的双非本科，我们寝室一共6个人，2个人是考研的，一个1战上岸，一个2战上岸，还有一个是在大4就开始准备考公，到现在也还在处于一个备考的状态。还有一个室友呢，他是进入了国企，但是他有1年的见习期，而且这1年的见习期里面工资都非常低，本科2500，硕士3000，还经常加班，没有加班费。有时候星期6还会加1整天的班。招聘的时候，跟我室友说转正有7000，但是经过我室友的多方面打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室友呢，他也是进入了国企，但是在他转正的前一天，他被通知他被开了，然后拿了赔偿走人。他被开的时候是快要过年的时候，然后他从今年2月份开始找工作，到目前还是一个待业的状态。明天他有一个面试，也不知道能不能过。之前我实习的时候认识了5个小伙伴，也是跟我同一届，都是双非本科。他们是直接在公司实习后转正的，他们是去年7月份转正，然后到今年过年之后也全都被开了，目前也是处在待业状态。最后就是我了，我是毕业以后进入了一家私企，7月份开始工作，9月份被开了。被开之后呢，我就回到重庆找了一份工作，干了4天干不下去就辞职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才找到工作，所以我是空窗期差不多半年的状态。我目前也是在试用期，自我感觉这个工作也不是特别稳定，所以最近都非常迷茫，感觉自己每天都为了碎银2两
然后焦虑，很害怕自己被开了之后又要开始痛苦的找工作。看了这个视频，说实话，我觉得就尤其你是双非的这种你就真的没有必要考研了。那研究生无非就是再给你玩个2-3年，其实根本没啥用，纯属浪费青春，增大你以后就业的时间成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没浪费的可能就是你有个2-3年无忧无虑的时间。如果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的话，你这2年就一定要好好玩这将来是未来你人生回忆起来可能最痛快最美好的2年时光，就把这些美好的回忆作为你将来工作之后可能会遭遇的困难问题创伤的治愈良药。早几年我觉得考研还是有用的，因为他们可能从普通的本科考研能够考入像清华北大或者浙大复旦这样的知名的研究生嘛，就相当于还是提升了一个档次。然后但是最近几年因为名校毕业研究生毕业的薪水也很普通，那就还不如说趁自己本科的时候就出来找工作，多积攒工作经验。那如果这个女孩子说的都是真实情况，那真的现在简直就是太惨烈了。我在国内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可怕的这么一个就业状况。就比如说他说什么5个实习生转正之后半年多全被开除了，就可见这些企业现在这个生存困境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些企业用这些实习生好像就是为了一个廉价劳动力，好像就为了白嫖，故意的搞这个，先让他实习之后马上把他们开掉。其实干这种事儿的企业咱不能说没有但绝对很少。因为这个实习生对很多企业来说没有太大意义，他做不了什么有技术含量的活，培养实习生也是需要时间和成本的，金钱也是要付出的。那相对于产出来说，你说白嫖实习生这个事儿其实一点都不划算，除非是那种生产线上就是打螺丝的这种，就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实习生。所以只能说这个大部分企业现在真的是最近1年之内就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严重的困境。可以说，如果在以往一个学校的毕业生10%找不到工作，这就绝对是学校都会如临大敌了，认为遇到了罕见的问题。学生的这个学生工作处就业指导中心肯定就得非常紧张，甚至可以说他们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责任和压力会非常大，工作就没有干好。甚至肯定就会帮学生去联系各个企业了，就组织更多的学校的校园内的招聘会等等现在别说10%我感觉有的学校可能有1半的就业生都没找到工作呢。对所以我现在看这个学校感觉也都疲了，好像也没有看到学校搞什么大的动作，见惯不怪了嘛，10%就已经算是优秀了。而且你看这个女孩，她是2024届的，就说是去年6月份毕业的，到现在已经快整整1年了，他们宿舍居然6个人基本上都没有落实靠谱的工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看大量的最近央行一直在释放流动性嘛，但资金就是在金融机构里面空转，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就是不敢贷款了，就是在收缩经营。除了现在新能源车企业等等一些有限的行业，大部分行业就是不敢考虑这个扩产的问题，真是头大。现在这些毕业生非常迷茫，就像我们前面有一期讲这个就业的问题，有一个女生也谈到，就是她特别想在一个行业里深耕，对吧？她很想努力，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努力，所有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不稳定的。那你在一个企业里努力了半天，突然一下就可能被开除了，那之前的努力就有感觉有那种付诸东流的那种感觉特别不值得。理解他这种状态就像以前你在大厂里做，你只要好好做，真的你就好好努力，你就是会不断的获得新的机会，薪酬就会越来越高，职级越来越高，包括股票的收入，未来就是一片光明。就是说你以前在一个企业平台长期努力，它是有一个累积效应的，你未来就会成为一个资深的老员工，就会得到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回报，这本身就特别值得人们去努力去付出，对吧？但是现在就是首先在收入还没怎么涨的情况下，你拼命努力了之后，就又可能面临随时被开除，这换谁都迷茫别说一个年轻人，就是一个中年人都会迷茫，都会摸鱼。那既然现状就是这个现状，那我一点建议就是，工作中一定要注重积累工作经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的每一份薪酬，这个你已经现在没法在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你就别去想这些事儿了，先把自己的技能和经验搞好，这就是一定要做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的意思就尽量不要选择那种门槛低、技术含量低，也没有什么太多上升空间的工作。不只是像计算机硬件等等这种才有技术含量，其实比如你像 HR 财务工作包括行政工作，你研究透彻了也都非常有技术含量。就比如你看那个周受资 TikTok 现在的掌门人嘛，他原来就是一个 CFO 做财务出身说白了就他为什么能够成为 CEO， 就是一方面他把自己的财务方面做到了极致，
后来的小米上市也是他一手运作的哈。另一方面，他肯定是深入了解了公司的各项业务，努力提升自己的综合管理能力，能抓住公司运作的要窍。很多业务其实他肯定原先也不懂啊，他大概率也是不会写任何代码的，就在一个软件企业里。那即使会写的，根本没有办法写那种专业级的代码，对吧？那像乔布斯当年，他也是不咋懂技术，既不懂软件，也不懂硬件，但他能抓住这个高科技产品的要点，能提要求，能高屋建瓴的去提要求，让底下的人去做，去实现。所以这一点关键的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你要做的这份工作，它的技术要点是什么，你要琢磨。那周围相关的那些非常重要的工作经验和技术要窍又是什么？一定要主动的去分析思考。如果你现在这份工作能找到的工作，它就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你就是个螺丝钉。对呀，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像什么市场营销或者行政岗位，它不是说像 IT 那种有技术含量的呀。那我告诉你，那你就要冲破你这个次元壁，你就要去了解你公司这个整个的业务是怎么样的，产品的全方位的知识。比如说，你可能太高大上了。所以这就是人和人的不同之处嘛。所以比如说你可能就在企业里就做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文员啊，就是可能协助搞一些活动啊，做一些信息的分类整理，仅此而已。那你一定要思考，在这背后，你这个企业，你配合的部门做的所有的工作，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信息系统？那你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理解透彻，用什么软件能够高效率的执行？那怎么能够更有效的协助提升其他关键部门，比如这个技术部门和市场部门的这个效率？你把这些都搞清楚，有自己的思考，然后提出自己的想法，那你以后就可能会成为一个行政部门的一个主管，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行政在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这样的一个部门。总之就是几乎所有的岗位，如果你真的延伸开你周围的这些职能啊，你都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呢，向同事多请教，向主管多请教。那主管如果他人品没那么差啊，他就会关注你，甚至欣赏你。最后我想说啊，这个经济大环境短期谁都改变不了，可是在这样的时代里，还能握在自己手里的，其实就是那一点点的主动。多尝试，多努力，让自己在大浪里尽量别被卷走。没有人知道这段时间要熬多久才能重回之前那个经济繁荣和蓬勃生机。但也正是因为没有人能预测，才更值得咬牙坚持，撑过去了，或许未来的转机就在你坚持的下一刻。如果除此之外你实在还是不知道该做什么，那就多陪陪家人吧。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往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成就，而是和家人在一起的那些普通的日子。一次散步，一句闲聊，一个拥抱，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变成你心里最柔软的光。人生真正美好的，就是这些平凡里藏着的幸福吧。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那你今天晚上记得陪我散步。那你今天晚上要陪我看 NBA 总决赛录像？没问题，再给你配点小酒，来点花生米。咸鸭蛋别忘了啊。